大哥，你为什么要带人砸我的店？别叫我大哥，我带人砸的就是你的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。我什么时候破坏你们的关系了？雪竹，你过来，把童玉婉挑唆你干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大家说一说，不用怕。弟妹，我是答应你来婉君帮忙，可是你叫我写的离婚书，你让我跟允薇打官司，告他虐待，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。毕竟我们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……大少奶奶，你血口喷人，你怎么能诬陷我们家小姐呢？大嫂，你扪心自问，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你看，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马上就要黑了，你还不让我回家，我只能留在婉居，让我们夫妻分居。大嫂，婉居加班是常有的事情，这怎么能算作我挑拨你们夫妻分居的理由呢？童玉婉，你是个洋学生，你在法庭上都能够振振有词的，我说不过你。不过我们二房还没死绝呢，你怎么能够这么欺负人呢？你还不如拿把刀把我给杀了。二少奶奶，你怎么可以挑唆我儿子跟儿媳妇离婚呢？你这不是当众让我们二房出丑吗？你说你啊！哎，二太太，二太太，你快坐下，快！好啊，你童玉婉，你想气死我母亲啊？砸，给我砸！不能砸，不能砸！大嫂，这段时间我对你仁至义尽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求你说句真话。做人可得讲良心呢。童玉婉，你不要费心了。我跟允薇，我不会跟允薇离婚的。童玉婉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今天非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不可。哥，我老婆怎么着，也轮不到你来教训啊。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你！哎呀，大少爷，你怎么可以打允堂少爷呢？哎呀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允堂，这是教训你没有管好你媳妇儿。走！谁敢打我的允堂？都不许走！允堂是这个家的嫡子，在这个家除了老爷，谁敢动他一指头？大妈，我也不是，是玉婉，她挑唆雪竹跟我离婚，我实在气不过才动手的，我也没想伤到二弟，我是误伤，二弟啊。好啊，你口口声声说玉婉挑唆雪竹离婚，证据呢？证据在哪里呀？在啊，哼，不就几个时髦词儿吗？什么没感情之基础，夫妻性情不合，这谁想出来的？谁想出来的？这还有谁呀？当然是童玉婉这个洋学生想出来的呀。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性情不合呀。哎，对，不是我写的，真的不是我写的。你当然不会承认了。大妈，我们家只有他上过法庭，说起这些新法律名词，他一套一套的。你们怎么能颠倒黑白呢？国彪，把他叫过来。好。太太，饶了我吧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是大少爷让我查新法离婚书中的时髦字眼，
我也不懂是怎么回事儿。你们模仿的是平时玉婉写账本用的隶书正楷，但是玉婉在写书信的时候，喜欢用童子功行书。这你们能模仿得过来吗？啊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笔记？你平时给我写那么多情书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嗯？这是你新婚前夜给周廷琛写的情书，你说呀！好，今天都跟我回去，咱们一起去见老爷，让老爷看看允堂的伤，看看允薇是怎么伪造离婚书的。今天大家都当着老爷的面，咱们让老爷来个公断。大姐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求你别去见老爷行吗？允薇，快，还不给允堂道歉啊！大妈，这允堂，大哥不小心伤了你，对不起啊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啊，那玉婉呢？玉婉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她那份呢？玉婉呐，都是二妈的错，对不起啊！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二妈吧啊！快起来！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那婉居的损失呢？怎么算啊？那就从我们的月钱里扣吧。啊？好，素汐，一笔一笔算清楚，看他们需要赔多少。好。13672块3毛，听到了吧？1分也不能少。哎，股票素汐啊，看看那些货有什么是积压1个月以上的，那以后就少进一点。哎，还有啊，那些库存缺货的，你赶紧去补一些。好，这去补，就这些吧。好。哎，杜允堂，你该不会是假受伤吧？怎么这个时候还有力气关心这些东西？我不用这一招的话，咱们俩哪里有钱在3个月之内干3家婉居啊？你真的是假受伤？你那么容易就上当受骗，早知道一开始我就不放你出来做生意了。杜允堂，不为己甚4个字你没学过吗？何必把大哥一家逼成这样？他们1个月就那点月例，哪里还得起1万多赔偿费啊？怎么你到现在还是担心你的仇人啊？早知道这样，我真的该学我哥打雪竹一样，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你敢？笨蛋！要是明天婉居开不了门，我真该打你屁股了。杜允堂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是不是要我帮你说出来啊？你是想问我有没有很仔细的看过你给周廷琛写的那封情书？所以呢，我刚刚才可以替你解围。而且你现在到底是愤恨还是感激？我们之间的感觉到底应该是知己之感还是宿敌之悲啊？是不是这样？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呀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揣摩我心思的？因为你的狼狈，让我有无与伦比的乐趣。你别误会，我会吃醋啊，你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就知道，恶魔的鄙视毫无价值，不能动摇我一丝一毫的自信。我实在受不了你了，
我现在就去夜总会找一个善解人意的美人玩。